近日，在美国召集的所谓民主峰会上，美方宣布在国务院设立新的专门职位——全球反腐败问题协调员。对此，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指出，美方此举不过是对他国行干涉，寻找新的借口，名为反腐，实为霸权，实际上是长臂管辖的又一伎俩。与此同时，美国财政部还将中国商汤科技有限公司列入所谓涉军企业名单，实施投资限制。当地时间上周四，在美国一手策划的所谓民主峰会上，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将在美国国务院设立新的专门职位——全球反腐败问题协调员。对于这一新职位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进一步声称，协调员将与跨机构和国际伙伴密切合作，整合并提升美国在外交和对外援助所有方面的反腐败斗争，并表示，反腐败协调员将带领美国国务院实施美国反腐败战略。美国财长耶伦紧接着也宣布将成立所谓反贪腐基金。对此，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指出，这再次暴露了美式反腐败绝不是针对自身严重的腐败问题，不过是进行长臂管辖的又一伎俩。实际上，反腐败是美国实行长臂管辖的最常用理由。美国出台反海外腐败法，推出国家安全备忘录，将反腐败和美国国家安全绑定。此次又设立全球反腐败问题协调员等，种种做法都是打着反腐败的旗号对外干涉、打压对手，妄图把长臂伸得更长，维持自身霸权。如今负责外事的美国国务院要反腐，恐怕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不过是为对他国行干涉寻找新的借口。文章还以法国阿尔斯通案举例称，反海外腐败法成为美国打击美国企业竞争对手的工具，危害全球企业的公平竞争。另外，虽然美国名义上有一套严格的防腐败法律法规，有些腐败却可以在光天化日大行其道。政治现金、政治游说等等，都是独具特色的美式腐败套路，合法腐败在美国已成常态。与此同时，美国自身民主现状堪忧，却要在全球各地搞民主输出、街头革命，自己国内腐败丛生，却要对他国进行反腐，本质上都是披着合法外衣干预他国，在全球借民主反腐之名行霸权之实。反外国贪腐法大概就是在1980年、1990年那个时代所开始的一个结构呢，它基本上还是比较接近长臂管辖的。它有一个扩大美国的国内法律系统到国际上面长臂执法的可能性。那我们在无论是阿尔斯通的例子，或者是在华为的例子上面都看到他在做这些事。但是现在要新做的东西是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范畴，因为原来是说我管美国人，他不管是在美国或者在国外都不能做这些事。现在是说我不但是要管美国，我还要去管其他的国家。如果其他的国家有贪腐的话，我还要支持那些反对的人士，就所谓的民主人士呢，用各种的方式呢去支持他们，去对抗他们当地的政府或政权。这个完全是美国不只是长臂管辖，而是他直接去干预介入其他国家的制度，违背了联合国的第1条的普遍平等原则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就在美宣布设立全球反腐败问题协调员的第2天，美国财政部将中国、俄罗斯、朝鲜、缅甸、孟加拉国5个国家共15名个人及10个实体列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制裁名单。此外，美国财政部还将中国商汤科技有限公司列入所谓涉军企业名单，实施投资限制。这是继2019年商汤等多家公司被美方列入实体清单后，美国政府第2次实施对商汤科技的打压措施。对于美国无端打压中国企业的做法，中方予以坚决反对。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呼吁美方停止滥用国家力量、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打压外国企业的错误做法。商务部发言人也曾多次表示，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是对国际经贸规则的严重破坏，中方坚决反对。商汤科技发布公开声明称，对美国商务部此举表示强烈反对，认为该决定与相关指控毫无根据，科技发展不应该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。有分析指出，中国的科技整体实力虽然仍落后于美国，但上升势头迅猛，尤其在人工智能、信息技术等方面正在逐步建立起优势。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小，在此背景下，美国千方百计遏制中国科技实力的提升，对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总体战略已从竞争转而变为打压。
事实上，一味打压中国企业，不仅损害了中国企业和全球投资者的利益，种种手段也使美国企业和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。作为全球前2大经济体以及科技创新的重要源头，美国无理打压中国科技企业所带来的恶果，很可能波及世界，最终祸及全球。但这种的逻辑中间，它的资料跟它的证据的薄弱，简直已经不值得讨论了，全部都推翻了美国长久以来的法律制度里面的基石。它完全就是用有罪判定的方式，先做预先的判定。商汤这个应该不会是唯一的受害者。那么同时，它再一次的让我们知道，美国有3套法宝，它可以交互运用。第一个就是对于美国的市场，第二个是美国的美元体系，第3就是美国的资本市场进出的所有的游戏规则。